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解放军宣布台海军演是另外一场危机吗？国防部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布一条消息，宣布解放军军演。这个题目是叫东部战区连续组织多军种、多方向、成系统实战化演练啊。那么这个发布的时间是2020年8月13号啊，中午的13点51分。然后新华社是在16点44分转发啊。那么这条新闻它是这么说，我把新闻先念一遍，然后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条新闻怎么回事啊。那么新闻这么说，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称，今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成系统出动兵力，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近来个别大国在涉台问题上消极动向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战区部队组织的巡逻和训练活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回击一切制造台独分裂国家的挑衅行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条消息呢出来呢就很敏感啊，就触动了当前最关键的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时间啊，这个时间是南海议题火热啊。那么美国航空母舰持续在南海和东海游弋。那么你要知道，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它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军事存在啊。那么美国保持在西太平洋保持一个非常强大的战力，它是保持一个战力的目的是什么？它是有军事意图，也有政治意图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美关系升温啊。那么美国这个卫生部长啊访问台湾啊，刚刚走，那么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点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演习地点，他把演习地点叫台湾海峡南北两端啊。台湾海峡南北两端呢，基本上就包围着台湾啊，这是说明这个演习有强烈的军事压力啊，也非常容易出现擦枪走火。因为最近美军在台湾，应该在东海和南海非常活跃啊，非常活跃。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敏感的时间、地点和议题进行这样的演习，那么非常明显的有政治意图啊。但是这条新闻稿也有几个问题啊，这几个问题我们也来说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它的发布方式啊不正常。理论上来说，应该一条这样的新闻，理论上应该是从中央军委做安排啊，因为这件事情肯定是中央军委抓的事情。那么新华社安排记者去写稿，然后报中宣部审。如果是非常重要的，还得给王沪宁看，就是政局常委王沪宁，他管意识形态，他也管文字，他很多稿子他自己改，所以要给王沪宁看的啊。那么这条新闻是怎么来的？这条新闻是直接由国防部在国防部的网站上刊登，然后是再由新华社转发，这个就不大像是中央军委安排的事情啊，所以不符合我们常态看到的一个这样的流程，就有点不大像一个有部署的行动。
这是第一个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信息模糊啊，这个新闻呢就没有讲它是一个完成了的演习呢，还是即将举行的一个演习呢？那他当然他的诉求方向是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即将举行的演习，否则的话你威慑什么？没什么好威慑。如果你已经完成了，那理论上你应该开始之前就告诉大家我要演习，那才会产生威慑。如果你演习完了你才告诉大家，没有意义啊。所以他理论上他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进行一个演习，但是这个演习又很奇怪，如果你要公告于演习，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正常我们按照最正常的一个做法就是，过去上个月的西沙演习，西沙军演，这个海事局海南海事局6月27号在官网公布一个通告，这个通告什么呢？通告这么说：7月1号到7月5日，西沙群岛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对该区域禁航。然后就是什么？然后就是军演的这个区域坐标几个坐标给大家。那么正常的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公告，但是这次呢，它的军演没有时间，没有地点。那么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大规模的演习，那你一定要公告时间，公告范围啊。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禁止船只、飞机这个禁航，就是这个区域禁航，就是船只跟飞机都不能够飞到这个区域，要远离这个区域啊。但这次没有公布啊。如果这是第三点啊，这是第三，就是说这个宣布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他没有告诉大家，如果是即将进行的演习，那他就应该公布区域啊。第四个，如果这是一个有部署的行动，那你要搞个这么大的动静，肯定得让大家都来说啊，那应该有个明确的指向啊。那么而且中国各个宣传工具都会开动宣传这个行动啊。但是今天你可以看今天新华网、人民网都没有在显要位置摆这条新闻。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不配套啊。所以如果在一个这么敏感的区域，台湾的南北两端，台湾海峡这么敏感的区域进行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肯定是需要宣传配合的，否则你搞这么大动静干啥啊？这是4个问题，就是说这条新闻稿出来，4个方向都不符合一个正常的大规模军演的一个做法啊。那么还有几个矛盾啊。第一个矛盾就是美军的军事存在美军的军事存在在这个区域，是保持一个非常饱和的军事压力啊。它什么情况呢？进入7月份以来，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其实不仅仅是讲的是南海，经常一讲就是南海，其实不对其实是在沿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活动非常频繁大家还记得北京大学有一个叫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叫 SCSPI 这是一个就是对南海，其实不仅仅是南海，是整个环中国海他经常就是把美军的很多飞机就是标注出来飞机美军军机又在这活动那里活动，大概是这样他的记录显示 SCSPI 的这个记录显示，美国的军机在7月份前3周3个星期就出动了50架次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平均每天出动3到5架次在中国的南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活动，侦察机，美军侦察机。
那么最近一个月，所谓的南海其实就是广东外海，沿着广东外海飞啊。然后最近一个月，美军的侦察机抵近侦察，经常这个离中国的海岸线不超过100公里，就非常的近，抵近侦察，而且非常的频繁啊，每天都很多架飞机飞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美军侦察机过去一个月，7月份以来非常频繁的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南部、东部沿海地区飞啊，不断的在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结束的是什么？刚刚结束的是这个尼米兹号和一个是里根号，尼米兹号、里根号在南海的双航母演习结束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根号航母战斗群8月8号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区就是巡航，在东部沿海地区巡航。8月9号，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飞到台湾访问，一直到这个12号离开。那么现在里根号还在中国的东海海域盘桓，没走，没有离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军继续增加这个印太地区的兵力，那么3架 B-2A 隐形战略轰炸机11号飞了半个地球，从美国本土飞到了印度洋的叫迪戈加西亚岛啊，3架战略轰炸机隐形战机啊，很厉害的这个战机啊。那么13号就是美国的 RC-135侦察机，也是从加州空军基地一直飞到了太平洋这边啊，然后就专门针对解放军演习啊来进行侦察。然后呢，就是大型的侦察机 P-8A 啊，然后在台风过后，又开始在中国的南海，其实就是广东沿海，又开始进行侦察。其实你可以看到什么情况？就是美军在过去1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活动非常的频繁。这么频繁的活动，其实中国之前7月份有一个演习，叫西沙的演习。你看那地图就知道西沙的演习，西沙在哪里？西沙在海南岛的西部啊，其实是在北部湾地区，就是海南岛的西部。和整个的南海区域是隔着一个海南岛，隔着一个雷州半岛。你看这地图，我们现在可惜是实现不了啊。中国跑到西沙去军演，其实就是让开了东海、南海啊，让开了的，跑到北部湾去军演。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是在避免和美军这么频繁活动，避免和他在海上进行相遇的啊，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最新的消息啊，南华早报8月11号啊，他报道了一条，说中国现在给这个飞行员和海军，就是空军海军，其实就是空军海军下命令，说不能开第一枪，就是在双方。因为美军在这个区域活动太频繁，双方一定会在海上或在空中碰到，那怎么办？就跟他们下命令，不能开第一枪啊！而且不仅仅是下了这个命令，而且北京方面、中国方面通过各个渠道向美国方面传达这个信息，说我们绝不会首先开火。这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讲，中国的外交部长跑出来讲说，两国的这个外交部门不能够没有沟通，不能无线电静默，什么意思？说明双方中美之间关系非常差啊，已经差到什么地步？已经差到感觉像无线电静默，
你不给我发报，我也不给你发报，双方没有往来了。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然后中国这边呢又赶紧向美国那边发出一个这样的信号，什么信号？我不会首先开火的。这说明什么？它就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新闻倒是说呢，说那个保持克制，防止事态失控，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不给美国鹰派一个借口。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大对。就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美军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北京方面为了防止这个事态失控，向美国方面发出一个这样的信号，或者发出这样的信息，避免出现状况，避免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出现这个状况。那你想一下，一个美军肯定是有巨大军事压力在这里，航母在那里游来游去，你想想什么情况？然后就是中国向美国发出这样的信号，以这两种态势的情况来看，中国再跑到台湾海峡去军演，我觉得这是不大靠谱的说法。这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两个字，碰瓷，就叫碰瓷。你想一下，这一头跑到跟美国讲啊，我们不会先开火的，不论是飞机还是军舰，我们都不会先开火的。我们虽然你跑到我这儿来啊，这个保持压力，你想一下，一个航母战斗群在东海游弋，什么情况？航母战斗群那可是一个铁拳啊，在你面门上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跟他讲，我们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我是不会先动手的，意思是你也别动手，我做什么动作你别误会，千万别误会，队长是我，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解放军会跑到台湾海峡去军演，而且美国的卫生部长刚刚走，你说你在台湾海峡，然后台湾的南北两端，这话什么鬼？但大家就有点，台湾那边的解读是什么哈？台湾那边的解读就认为他是这么说，他说根据过往记录，每年夏季解放军演练高峰期啊，过去可能是做了没对外大肆宣传，现在呢，除了演练之外，还以新闻方式加码舆论宣传。要观察这是原本就有，还是因为这个美国卫生部长访台最近增加。然后呢，这里面有两个演习，一个演习呢就是解放军之前宣布会在舟山群岛和海南岛有演训的规划，海南岛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7月1号到5号的海南岛的西沙群岛的这个演训，然后还有一个舟山群岛舟山群岛的一个演训。如果把海南的这个演训和这个舟山群岛捏到一起来，说什么？说这个台湾海峡南北两端，那有可能，这就很像，这就非常的像啊，像什么呢？像把这个新闻稿，把这两个演习捏到一起来，说成是一个军演啊，说这个范围是什么？范围就是在台湾海峡跟南北两端，这是什么？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碰瓷。所以我们从整个的中国的东海到南海啊，就东海和南海的态势，中美之间的关系，美台之间的关系和美军在东海、南海地区的活动整体的，以及中国方面的这个表态来看，这场演习肯定是不存在的，或者这不是一个既定的演习计划，它只是一个宣传稿上面的碰瓷。
给大家不甘示弱的一个表现，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总结就是这样。所以会不会出现一场新的台海危机呢？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啊，这只是中国国防部不甘示弱的一篇新闻稿而已啊。那么这里面就有2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今天的新闻其实是蛮多的啊，我在播报两条新闻啊。第一条新闻跟刚才讲的这个军演有关。蔡英文政府8月13号通过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其中国防预算为3668亿新台币啊，那么增加了156亿啊，增幅 4.4%。如果再加上最新购置战机的这个预算啊，和这个特种基金的预算，全部军事开支是4534亿，增长了 10.2%啊，就是台湾开始增加军事预算啊，增加军事预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啊，没有太大幅度的增加。这是第一条新闻。第二条新闻这是彭博社最新的消息，说美国政府将会宣布这个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为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的人员跟驻美的外国使领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有关的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相关资料那么最快会在今天宣布这项计划。那么中国的教育部直属的国务院汉办，就是汉语言文字办公室，在美国各地办了多少家孔子学院呢？80家那么大部分都设在美国的大学里美国大学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就是7月16号在这个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当中说他说中共试图通过渗透、审查或者利用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他就举例什么？举例说美国有数十所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这些学院迫使主办大学避免讨论或者取消北京认为有争议的这个话题和活动然后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孔子学院是干什么的就是大家没有说而已。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也多次在他的演讲当中把这个孔子学院说成是一个对美国的一个渗透计划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呢，美国把孔子学院认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对中国的外国使团外交使团有几个要求第一个，你要出外就必须报计划，然后你要报告美国国务院你准备去哪里然后呢你还要批准你才能够去，其中2个地方你要讲清楚，第一个就是研究机构，第二个政府部门。那你想一下，这些孔子学院大部分是设在大学里面，那么如果他每次出门之前都要向美国国务院申请，那这孔子学院就基本上废掉了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也想一起讲今天多讲几点蓬佩奥现在在哪里访问？在东欧在捷克他在这个捷克的演讲当中讲了几点，我们最近一直在报道中美关系那么蓬佩奥讲怎么去形容中美关系，他这么说，他说现在中美发生的不是冷战 2.0， 抵御中国威胁的挑战从某些方面来说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中共已经以苏联前所未有的方式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交织在一起，
所以不是冷战 2.0 啊。这是蓬佩奥的陈述啊。他说中共构成的威胁远比俄罗斯还要严重，美国随时准备支持捷克对付霸凌他的国家。他这么说，他说我在这里的使命就是来感谢一个对自由和民主抱有同样想法的国家，他的人民对自由和民主抱有同样的想法。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这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较量，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相更遥远。这是一个捷克人民会做出的选择。我相信面对威权主义或民主与自由的决定时，我非常有信心他们会做什么选择。然后他还说，如果那些国家试图欺负你，我们会和你们站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的民主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也会从我们几十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这些真正紧密的关系中受益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蓬佩奥在整个的他的东欧的行程当中，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建立盟友，第二个推广他的网络清洁计划。这个网络清洁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我们之前讲过，我会找个时间完整的把这件事情重新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看法啊。大概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中国国防部宣布台海军演，那我们通过军演的本身的分析啊，包括这个中国的东海、南海的军事态势，以及中美关系一系列最近发展的情况，研判这次宣布的军演只是一次碰瓷啊，它可能是两个不相干的两个军演的一个组合式的报告啊，它变成了一篇新闻稿，只是为了干什么？只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它并不是一场真实的大规模的军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增加军费 10% 啊，就是下个财政年度。第二件事情就是美国准备把在美国的这个80多个孔子学院界定为外国使团。那么界定外国使团，它也就是要像中国的外交人员一样，申请他的行程通过之后报告他的行程，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够成行这等于就废掉了这个孔子学院的武功啊。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尽快的把这个新闻完成它的这个行程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请大家尽量的简洁，那我们可以尽量的多的读到一些网友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观点啊。我们的网友真知灼见，非常有见地，所以我希望多读一点，尽量的不要错过一些精彩的看法，好吧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好，观点，这个台海军演和中共宣布制裁美国11人一样，只说制裁，没有具体制裁措施，非常正确啊。观点，习帝的陕北农民性格又发作了，无论怎么演戏怎么闹，他也不敢攻台，他没这个杆儿啊。OK， 情况推特上有一个视频，中国海军特制的3万套750毫升航母茅台航母式茅台，制作精美的航母模型和茅台酒完美的结合。这么腐败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士兵韭菜直接哭晕在厕所。
我看过这个视频这个视频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盒子不锈钢做的盒子，里面装的什么？其实是装了一套这个茅台酒制成的航母模型茅台酒就装在航母模型里面，然后它还有一堆的展示的这个装置让大家可以把这瓶茅台酒放在这个展示装置上面就秀一秀大概是一个这个东西。那么这一套东西呢，制作精不精美，制造非常的粗糙就是工艺非常的差，我一看就是工艺非常的差，但是估计价格不菲茅台靠这些东西挣钱，挣很多钱，茅台挣大钱都是从部队挣的钱。那么海军做一套这样的东西，当然是肯定是有人受益那么肯定有人得好处那说明2点，第一点说明这个部队这个部队的心思都在哪里部队的心思都在这上面，这是第一头。第二头说明最近这个习近平要大家节约粮食你看看你的部队都在干什么，还要大家老百姓去节约粮食先让部队戒酒吧之前不是说部队戒酒，看来戒的现在也没戒成所以这个这样的部队怎么打仗非常正确。情况据悉，中央军委已经正式下发通知，在国际争端中，我们绝不先开第一枪，但是一旦敌方开了第一枪之后，前沿部队不用再请示，直接反击，不必担心战事规模的扩大。请注意，这个通知所指不限任何国家和任何国家的军队，也表明军委已经将开战的主动权无限下放到普通战士，条件只有一个，只要敌人敢打第一枪，我军将全力反击。这个文章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假的。为什么？中央军委把这个军事指挥权下放到士兵一个级别，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而且是对外战争只要对方打了第一枪，我就无限制的扩大这个战斗而且发一个这样的通告，中央军委把军权交给了士兵，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这一看就是假的。这一看这个新闻，这个信息是什么？就是对冲这个南华早报那条新闻，对冲那个南华早报那条新闻的负面影响。这是想写给谁看的？这不是写给南华早报的读者看的，这是写给国内的网友看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怂，我们虽然告诉大家我不打第一枪，但是我打第二枪，打第10000枪，意思就是我还没有怂。这条信息的目的就是对冲那个负面的影响，因为那个消息一定会传到墙内的。那怎么办？我们再传另外一条假消息出来对冲这种影响，告诉国内的网友我们没有认怂，就这个意思这肯定是假的，不存在。中央军委一定不会发一个这样的通告，发这样的通告得了？你想想，军权怎么可能下放到一个士兵手里观点，舆论做给墙内看，真敢开着烧烤航母去跟台海和美帝对峙的话，那新中国新中国差不多也要诞生了。非常正确，就是这样。观点，精神胜利法很关键，所以要搞一个军演糊弄一下国民，非常正确。观点，如果中美之间的局部战不可避免的话，中国会选择在台海而不是南海。据说中国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西一带多年积攒了很多军事储备。为什么叫局部战不可避免呢？局部战一定可以避免，中国已经向美国打招呼了，这个
叫什么？队长是我，别开枪，我不开第一枪，他已经这么说了，所以怎么会不可避免？中国就在避免，中国就在避免啊！观点：打印度的时候不是先动手的吗？共产党是碰到弱的去先下手为强，碰到强的就说不动手，是想占道义，实在是中国人的风格。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的特点就是四个字：欺软怕硬。中国的传统智慧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智慧几千年下来，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一条：精准的发现谁强谁弱。所以我就欺软怕硬，就这个意思，就是精准的知道哪个弱，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啊。观点：中国一直不甘示弱。3月份，俄罗斯关闭对中国的口岸，中国马上就说也关闭对俄口岸。美国关闭中国使馆，中国马上说关闭美国使馆。美国制裁中国11人，中国马上制裁美国11人。中国的行为就像小孩子过家家，让人啼笑皆非。有道理啊，这非常有道理，但是这个很有观感性，就这种不甘示弱啊，不甘示弱，其实是跟什么有关系？跟洗脑有关系，就是不能够示威啊，不能示威。中国关起门来啊，这个老子天下第一，但是必须做给大家看，我老子真的是天下第一，否则你不能戳破了。所以不甘示弱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好。这就是洗脑工程，就这么洗。为什么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就从这里来啊，就从这里来。观点：全国文件发文多次强调粮食问题，各地频发粮库火灾，又搞所谓的内循环经济，种种迹象表明，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继续下去，百姓遭殃。但愿美国可以快速行动，拆除网墙。微软和甲骨文等软件机构和相关工业软件服务马上停止服务，让所有运行瘫痪。只有这样才能够终止 CCP 的经济活动，要么恢复邓小平的道路，要么国家换人，中国才能扭转正常活动。哇，你这个行动很激烈啊。怎么说呢？他有没有做好准备？我觉得他永远都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如果真的会出问题，一定是他没有准备好的地方才会出问题。如果他准备好的地方，一般来说都不会出问题，因为你既然去准备了，那就不会出问题。出问题一定是他没有想到的地方，这是第一头。第二头，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中共四中全会上其实重点讲的是什么？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其实讲的是什么？其实讲的就是中共和整个国家机器就政府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谁干的？这一点是王岐山帮他出的主意拿的方案。所以实际上呢，习近平再往回走。改革开放第一步就是政企分开，第二步就是党政分开。那么他现在是把党政合在一起把政企合在一起。这样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党要继续控制政府，控制政权。那么所谓的国家治理，其实在习近平的脑子里是什么？就是党，就是中共要全面控制政府。那么通过控制政府，通过什么来操作？其实就是控制可能出现问题的领域开始工作，大概就是这个想法。所以对于习来说你要让他出状况，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从外部怎么去打击他。其实你可以看中国对外部打击他不敏感，他某个地方塌了就塌了，没关系，这边塌了也没事。
真正对中共影响、对政权有影响的，应该是内部，内部才对他有真正的影响啊。情况有传闻说，中共一架歼11在高雄外海坠毁，然后 CIA 官员透露，10号中共歼11战机编队绕台飞行，侵入台湾领空，台军导弹锁定中共战机，起飞 F-16战机驱离，中共战机编队仓皇逃离，逃离过程2架飞机发生擦碰，其中一架战机在高雄西南外海60英里处坠毁。这个有点奇怪，这条新闻，因为是这样，这条新闻呢，在说的是10号的事情，但是新闻是出来是11号、12号啊，12号的事情。那么我理解呢，如果10号发生这样的事情，台湾方面应该当天就会公布有一架中共的军机在高雄外海60英里处坠毁，台湾国防部一定是在当天就公布，因为对于台湾来说，它延后2天的动力不存在，而且没有这样的惯例，就台湾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发生任何的动态，它会马上公布的，它不会延迟2天，然后还没有公布，还是传闻出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我怀疑这个新闻的真实性，就是你通过台湾的表现来看，这个新闻不真实。因为如果当天发生这件事情，当天就会公布，当天不公布，第2天也会公布，也不会等到第3天才公布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不相信是真的，这第一条。第2条，高雄西南60英里，高雄西南60英里那是非常近了，那怎么可能？那他得飞到哪儿去了？如果离高雄只有60英里，外海60英里的话，那可能10几秒钟就直接到台湾上空了。那台湾战机怎么驱离？我对这个新闻我认为不真实啊。观点：强国避免军演和美军同一区海域的一种可能是怕电子侦察随时可能被美军破密。美军大概已经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南海和东海已经活动了1个多月，频繁的活动，非常频繁的活动。我相信他该拿到的应该已经拿到了吧？搞1个多月，你想想还没拿到，怎么干的？这活怎么干的啊？观点：即便美国与台湾建交，中共也不敢主动挑起台海战争，他们的实力自己再清楚不过。这个时候内忧外患，与美国开战无异于自取灭亡。我是同意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中共最厉害的一点就是2条，第一条什么？虚张声势，欺敌啊，这个是中共比其他人，就是唱空城计没有比中共更厉害的了。这虚张声势啊，所以这个第2条是什么？第2条就是集中对付某 5% 的敌人啊，这是中共最厉害的啊。打卡纽约，王老师听说中国建行和农行也参加了抵制林郑月娥的行列，真的吗？应该是这样，所有在香港的银行，所有的银行都会参加美国的这个制裁行动，任何一个不参加制裁行动的银行都会被美国制裁，那么这家银行在香港的这家银行就会倒闭，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不仅仅是农行跟建行，什么交行、什么招行、什么中银集团都会。所以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这11个高官，包括中国大陆，包括这个香港的高官，就是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在香港都不会再有银行账号，没有任何一个银行敢给他开账号。为什么？因为美国制裁啊，如果不配合的话，美国就会制裁这家银行，给这家银行提供金融，给这些高官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就会被制裁，那制裁会非常痛苦。我昨天看到什么呢？我看到这个吴怡公先生提出来一点，这更有意思啊，就是提醒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提醒说什么？他说这个被制裁的这11名高官，理论上是不能够坐飞机的。为什么？不能给他提供服务啊，坐飞机是航空服务啊，那航空公司就不能够卖机票给他们，给这11个人和其家属。这个我一听，我看的这个消息，哎，这个很给力。这基本上他们就这些，特别是这香港港官，这港官6个港官吧，香港官员理论上是没办法只能飞国内，而且只能坐国内的航空公司飞国内，出国的可能性不存在。这多爽的一件事情啊！跟大家报告一下，让大家高兴高兴。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性格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某种程度吧。啊，情况：今天新闻说，中共国的银行薪水降20%到30%，不止，降30%以上，30%到40%啊。情况：王老师你好，我是医保降20%报销，真是无语，无耻至极的厉害国。20%还能报至少还能报80%嘛，是吧？那还可以啊，还可以啦啊。那还有比这更差的，你想一下，银行就说现在医院就是医保拖欠医院的这个费用，已经拖到这个医院要倒闭这样的地步了，你还能给你报80%，不错了啊。情况：8月9号，杭州萧山某镇公分保正式上线。已有村民开始挣公分了公分保上线，请问数字治理乡村会最后走到公社化吗？不好说，现在真的不好说。为什么？中共拍马屁的文化非常的盛行啊。那么上面一看，上面这个风投，投机取巧、投其所好的人很多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好说，因为实际上公分保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在杭州萧山怎么可能搞这种东西？搞这种东西一看就是某个官员要拍马屁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是没有。浙江中国80%的城市农村开始挣公分，浙江都未必开始挣公分。浙江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一个省，浙江跟广东是全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省啊。那么就是全中国其他地方全部都实行公分了，这2个省都未必实行。所以你先上来萧山出一个这样的东西，说明什么？说明有官员要拍马屁。情况：最近墙内媒体接连爆出进口海鲜产品外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导致很多民众人心惶惶，不敢买进口商品。这是故意在降低进口商品需求，节约外汇吗？大概是这样啊。第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就已经是惊弓之鸟。就说啥都不信的了，就是连自己墙里面的，连自己房子墙里面的砖头都不信的了。为什么？那个墙里面的砖头有可能都是纸糊的，就有很多这种新闻。所以实际上在中国生活的环境当中，所有的一切都不真实，都存在欺骗。
就连脚底下的泥巴都可能是欺骗。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处于惊弓之鸟啊，这个是大背景，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大谎言，然后大谎言套着小谎言，大骗局套着小骗局，一层一层套下去，套到可能你占的那块地可能随时都可能出现塌方啊等等，所有东西都不可靠。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基本上属于惊弓之鸟，这是第一个大背景。第二个，食品安全，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就层出不穷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疫情啊，只要有新冠病毒，中国老百姓就面对什么？面对关在家里，其实就是坐牢，直接就软禁在家，后果非常的严重。就是你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你马上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生存状态啊，生存状态。所以你把这些事情全部放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人心惶惶啊。至于说节约外汇这件事情，我觉得不靠，这倒是个延伸解读，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前面这三个问题啊。进口外汇，你这个进口海鲜，进口多少海鲜？进口不了多少海鲜，那不算是一个大宗商品。情况，国内有个软件公司叫蒲公英，非常邪恶，开发了很多软件，都是监控用的。OK， 提问：关于《纽约时报》昨天报道的习近平和栗战书的香港产业和利益，是否会对国内政局态势的平衡产生影响？因为这是第一次西方主流媒体将中共高层的腐败利益放到明面上来报道和公开。这个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啊。《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仅仅是一个反腐的这个报道啊。在这个报道当中，肯定是瞄着中国的政局来的。这篇报道是瞄着中共政局来的，不是仅仅是一个满足大家好奇心的一篇报道。所以这个报道肯定是有政治影响，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个报道厉害之处在哪里？它真的有东西啊，它真的有事实摆在大家面前，这个很厉害啊。所以我同意他是要去影响中国政局。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当年什么呢？当年这个温家宝跟平安集团，那《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温家宝的儿子和平安集团平安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利益的关系啊，那篇报道也是影响非常的大，也是冲着这个影响政局去的。这篇报道也是一样啊。提问：今年的义乌制造大数据又预测川普要赢了 ，CCP 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吧？现在 CCP 不开第一枪，硬撑80天押保拜登，但是现在义乌风向标指向川普，请问 CCP 在80天内会打什么牌来应对现在的台湾外交和南海问题？哦，是这个义乌大数据出来了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那要查一下，我来查一下啊。怎么应对啊？没什么应对。我觉得中共现在就是我们昨天的议题讲，我认为中国方面对整个的中美关系还是存在很严重的误判啊，还没找着北都没找着。至于什么应对，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应对啊。情况，王先生你好，我曾经在孔子学院学中文，我是美国人，古巴裔，因为对中文产生兴趣，后来拿了奖学金去中国大陆读书。今年大4，本以为孔子学院被冤枉了，乃至被诋毁了。我父母当年因为反共移民到美国，他们一次又一次告诫我，千万不要低估共产主义，他们的邪恶你看不见的。确实，老爸的话没有错。
孔子学院全力以赴把中共正常化，你需要很有眼光才可以看得到他多么邪恶。喜欢看王先生的节目，锻炼我的中文听力啊！谢谢你的支持，谢谢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啊！情况，今天川普接受 Fox Business 的采访，花了不少时间回答主持人 Maria 关于香港的问题。他在采访中多次强调，美方正逐步将美国对香港的优惠政策全部撤除。他认为，在这种打击下，香港很快会不再拥有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采访之前，该主持人采访了黎智英，黎智英在采访中专门强调了习个人正在走毛的老路。OK， 这个我要看一下啊。提问：最近谷歌、Facebook 表示不配合港府，不提供用户数据了。请问香港会封锁这些服务吗？大陆的墙什么时候修到香港？我不知道港府会不会封这些服务啊，但是我印象中是推特啊、Facebook 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YouTube 啊都宣布啊，包括这个谷歌啊都宣布不会把数据给特区政府啊。我相信是这样，因为这些服务商如果他把数据分享给特区政府的话，我相信美国政府不会放过他们的啊。观点：武统台湾是个伪命题，因为大陆一开战端，既触犯国际法，又并犯下毁灭人类罪。此外，中国军力也没有武统台湾的实力。一、中国军队从上到下充斥腐败；二、中国军队下层军人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些人毫无斗志；三、中国人虽然表面上不说，但心里都反共。中共在台海军演就是虚张声势，一方面吓唬台湾人，另外一方面做给国内人看。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次的美国台湾驻美的代表提出来继续军购啊，继续采购什么呢？采购这个上次讲的是无人机啊，这次讲的是我印象中是我忘记了。其实大家要知道，美国不断的提高对台军售的这个级别。而且以前美国对台军售限制的非常的死，就是所有的攻击性的武器都不提供，只提供防御性，然后提供就是不能说很落后，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先进的武器。现在不是，现在美国提供的武器都是最先进的，什么坦克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坦克啊。那么无人机可以挂武器的无人机啊，那可以轰炸的。飞11000公里，什么概念？去北京一个来回没问题啊，所以都是提供这种级别的武器啊，这种级别的武器会改变什么？改变台海两岸的这个军力的平衡。至少原来是大陆这边最早是台湾的军力更强，它只是虽然它人少，它更先进，后来慢慢大陆方面这边起来，大陆这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这2年，美国不断的卖新式武器给台湾，那么台湾的这个武器装备的水平已经上来了。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毫无疑问，台湾现在拥有的这种先进的武器装备，肯定已经大大的超过了大陆，这个是肯定的啊。那么当然，大陆军队人数多啊，数量大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在局部战争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派200万军队去打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评估台海两岸的军力对比，这个现在没有人做，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我不是军迷，所以我希望有能力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有价值啊。情况说一个军队的事儿，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大学的时候进空军了，飞到高交，开始电子和现代空战，
学完就装吐装晕，死活过去了淘汰组，跟我说中国现役飞机都是非棺材，美军的飞机雷达和导弹都超过中国1倍距离，这个就不用比了，这个没得比，呵呵，两岸可以比一下，两岸可以比一下。我不是军迷，但我也是军工子弟啊，我对中国军队的装备我是有认知的啊，有认知的，所以跟美军就不要比了，没办法打。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海湾战争，你就知道海湾战争那个情况，中美之间如果对抗，差不多就这水平啊，也差不多就这个情景啊，因为隔着带呢，就是武器装备处于一个隔代的水平，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好打的啊。情况台积电很优秀，众所周知，但是台积电为台湾赚取的外汇只占台湾全部外汇的15%而已。台湾的其他传统产业非常优秀，如机械工具等。那是啊，台湾的产业其实是很厉害的。台湾为什么过去20年、30年一直被大陆压着？其中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他的企业全跑了，跑到哪去了？跑到大陆去了。那么这次的情况是什么？这次中美贸易战其实是把很多的台资企业赶回大陆了，因为它很多出口美国，你那怎么办？那你就是赶回台湾了。所以台湾电子厂、大厂都回台湾了，所以这个台湾现在的景气都非常好。这是为什么蔡英文能够连任，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目前的景气都非常的高。你想一下，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大陆就断了什么？断了就是台湾的自由行，断了这个旅游团，全断了啊。那台湾原来很依赖大陆，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产业空洞化，大量的台资企业跑到大陆去。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它每年有大量的出口到大陆，其实是出口什么？原材料。台湾的原材料出口到大陆，为什么？因为这些台资企业需要，所以台湾在出口上非常的导向中国大陆，原因是这个原因。然后它的产业全跑到大陆去，那么它对大陆的依赖就很强，这是第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游客，那么大陆的游客这个跑到台湾，台湾的经济就很依赖这些游客，因为你产业已经空洞化，那就主要靠服务业，服务业里面有一大头是这个叫什么？是游客啊，旅游业。那么这是一个之前为什么在两岸关系的天平当中非常的倾向于大陆的方面，是这个原因。那么中美贸易战一打，这个情形就发生了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台资企业台企就回台湾，带动了什么？带动了岛内的经济景气度。然后他一回来都是大企业、大厂，整个产业链往回跑。台湾的经济就开始充实啊，就是实业回归。实业回归就改变了什么？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结构就发生变化。这个经济结构一发生变化，它对服务业的依赖就没那么强。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在过去1年时间完全改观，因为它是个很小的经济体，它改变起来就非常的快啊，它就不再依赖大陆，但是它还对大陆受大陆影响，这是没有疑问，但是跟原来的格局完全不同啊，所以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企业，台积电是其中一个代表，还有和硕啊的，台湾的这种中小企业很厉害啊。台湾的这个企业传承了什么呢？传承了很多日企的一些特质，再加上中国的一些灵活啊，所以台湾企业很厉害啊。观点：中国所以相似且卑劣，其根源在于受教育程度和作为现代人的素养。
导致人人都没有都没有法律概念，没有对规则心存敬畏。举例，我们上班的路上有交警在执法，大家为了赶时间，直行道加塞左转，交警开罚单罚50，过几天发单查询状态是取消50的罚款，应该是警察私吞了。结果我们同事所有人都觉得这挺好啊，罚款变少，交警还能赚点。我说这就是严重的违法，双方违法。他们表示我的想法很奇怪。情况，昨天这个推荐我看王老师节目的墙内的朋友聊，问他有没有点赞，他说因为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不敢点赞，不敢留言。相信很多王老师的观众都碰到类似的处境，请王老师了解，点赞或会员都不要灰心，王老师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啊。点赞没事，点赞没有痕迹，大家可以放心点赞。加入会员不方便没关系啊，我还是希望能有条件就加入啊，没有条件不要勉强啊。我们在一起，在这个节目大家碰在一起来都是缘分啊，我们珍惜这份缘分，我们经常见面就好，好吗？建议王先生你做的节目是国际性的，建议你在后面挂张世界地图，同时挂个电子钟显示日期，可以啊，我在考虑怎么挂法，好吗？我看看怎么实现。情况我发现王先生直播间里网友素质超高，任何一个话题都能延展到很专业的程度，非常正确啊！我们的网友素质真的很好，所以我是尽量的把大家的观点和看法念完，好吗？好，明谢张大雷，谢谢杨玲玲，谢谢王老师好帅啊，谢谢。哈哈Cindy 包，谢谢10月天，谢谢产 Claudia， 谢谢传百，谢谢，感谢王老师每一期的精辟解析，谢谢阔抛春，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啊。